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一場意外，還是一場隱喻？徐凱舞台失手打碎譚松韻獎盃事件全解析。2025至2026跨年夜本應是一場充滿榮耀、歡慶與祝福的年度盛典。然而，在萬眾矚目的新年晚會舞台上，一聲清脆而刺耳的碎裂聲，卻徹底改變了這場晚會的意義，也在中國乃至亞洲娛樂圈掀起了一場持續數月的輿論風暴。當徐凱不慎打碎譚松韻手中的水晶獎盃時，幾秒鐘的意外瞬間，迅速演變為一場關於明星壓力、公眾審視、行業制度、象徵意義與人性反應的複雜討論。這不僅僅是一座獎盃的破碎，更像是一面鏡子，折射出當下娛樂工業的脆弱結構。跨年晚會歷來被視為華語娛樂圈最重要的文化儀式之一，它不僅是一檔綜藝節目，更是一種象徵年度總結、行業表彰、公眾情緒的集體出口。當晚0點將至，煙火升空，舞台燈光璀璨，全國乃至海外數以億計的觀眾正通過電視與網絡直播，期待着熟悉的流程、致辭、表演、頒獎、祝福。然而，正是在這樣一個被反覆排練、精確到秒的舞台上，意外發生了。根據多角度視頻畫面顯示，當譚松韻剛剛完成獲獎感言，雙手捧着象徵其年度成就的水晶獎盃時，徐凱上前祝賀。這一舉動本應是展現同事友誼與行業溫情的標準橋段，但就在兩人身體接近、動作交錯的瞬間，獎盃脫手墜落。下一秒，水晶與舞台地面猛烈撞擊，爆裂成無數碎片，聲音清晰地被現場麥克風捕捉，回盪在整個會場。那不是普通的掉落，而是近乎炸裂。碎裂聲過後，全場陷入一種極不尋常的寂靜。12000名現場觀眾、樂隊、主持人、後台工作人員幾乎同時停滯。LED 大屏甚至一度將碎裂的獎盃特寫放大，無意中強化了這一災難畫面。主持人李靜以臨場反應穩定著稱，明顯愣住，他的微笑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短暫失焦的表情。話筒裡傳出的是一聲幾乎未被掩飾的吸氣聲，而這種失控感通過鏡頭完整地傳遞給了屏幕前的觀眾。徐凱慌亂與悔恨。事故發生後，徐凱幾乎立刻跪下，試圖收拾較大的碎片。根據唇語分析，他不斷重複道歉，面部表情充滿恐慌與自責。這是一種極少在大型官方舞台上出現的非表演性反應。譚松韻情緒的克制與解讀的分裂，譚松韻的反應則更複雜。他後退一步，手掩住嘴，目光長時間停留在地面碎片上。社交媒體對此出現了完全相反的解讀。有人認為他依舊保持微笑，展現了極高的職業素養。也有人堅稱他眼眶泛紅，情緒瀕臨失控。在高度聚焦的鏡頭前，任何一絲表情變化都會被無限放大、解構、再敘事。據報道，這座水晶獎盃為特別定制款，價值約5萬元人民幣。但真正重要的並不是價格，它象徵着多年職業積累的肯定、同行的認可、觀眾的情感投射。在娛樂行業中，獎項不僅是榮譽，更是資本、資源、地位的可視化符號。因此，它的破碎被不少觀眾解讀為一種極不吉利的象徵，甚至被賦予了超出事實的隱喻意義。事故發生後不到幾分鐘，相關話題即登上多個平台熱搜。意外論陣營認為這是典型的直播事故，強調徐凱的及時反應和過往良好口碑，呼籲理性與寬容。陰謀論陣營逐幀分析視頻，質疑動作是否過於用力，
並翻出未經證實的舊傳聞，試圖構建潛在矛盾的敘事。制度批判陣營將矛頭指向晚會制作方，質疑舞台設計、獎盃安全性、應急預案與導播判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第三類聲音在專業從業者中獲得了最多共鳴。這場事故之所以如此轟動，根本原因在於它發生在一個被視為零失誤的場合。跨年晚會長期以來被包裝為完美敘事，每個鏡頭可控，每個情緒被設計，每個意外都被提前規避。而獎盃的碎裂撕開了這一神話，它提醒所有人，即便在最精密的娛樂機器中，人仍然是不可預測的變量。事件迅速被翻譯並傳播至海外社交平台，日韓、東南亞乃至歐美媒體紛紛報道，將其視為亞洲娛樂工業高壓環境的縮影，明星在公眾凝視下的心理負荷案例。這一事故超越了八卦，進入了文化討論的層面。在事件發生後的24小時內，幾乎所有主流娛樂媒體與自媒體賬號都迅速加入了敘事重構的行列。標題逐漸從最初的徐凱不慎打碎譚松韻獎盃，演變為真的是意外嗎？鏡頭沒拍到的真相。那一秒，譚松韻在想什麼？雙引號，這並非偶然，而是當代娛樂傳播邏輯的必然結果。在流量至上的環境中，事實本身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是否具備可延展性。一個簡單的事故，如果不能被不斷拆解、放大、重寫，就會迅速被下一個熱點取代。於是，獎盃的碎裂被賦予了戲劇張力，成為一場可被無限消費的公共情緒事件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事件發酵的重要推動力之一是短視頻平台對慢鏡頭分析的狂熱。多個賬號反覆播放事故畫面，放慢至 0.25 倍速，標注關鍵動作，用箭頭、紅圈強調手部接觸。這種處理方式在視覺上製造了一種因果必然性的錯覺，即便在現實中，許多意外本就發生於毫秒之間，但在被慢放、截真、解說之後，卻仿佛變成了可被追責的行為。技術在這裡並非中立工具，而是參與了輿論判斷的形成。徐凱的反應被部分輿論評價為情緒失控不夠成熟，譚松韻的沉默又被解讀為壓抑不滿或被迫體面。這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：公眾並不真正允許明星犯錯，也不允許他們真實的反應。他們必須出錯時立刻承擔全部道德責任，受害時保持優雅，不失分寸，情緒必須剛剛好，多一分是作秀，少一分是冷漠。這是一種近乎不可能完成的角色期待。相比對藝人的反覆審判，真正被討論的不夠充分的是主辦方與制作體系的責任。多個業內人士在匿名採訪中指出，獎盃造型重心偏高，適合展示，不適合動態場景。舞台地面為高硬度材質，缺乏緩衝設計，突發事故應急流程明顯不足。換言之，這並非一個完全不可預見的風險，但在以完美呈現為最高目標的晚會體系中，安全與人性往往讓位於視覺效果。從社會心理層面看，這場風波的本質或許並不在於事故本身，而在於它擊中了觀眾的某種潛意識期待。跨年夜象徵着圓滿、收官、對未來的祝福，而碎裂恰恰代表着中斷、不完整、失控。在集體情緒高度集中的時刻，任何不合時宜的畫面都會被賦予超額意義。對於譚松韻來說，這一事件的影響遠不止於一場晚會，它原本的高光時刻被永久改寫。未來人們提起這個獎項，很可能會同時想起那次事故。這是一種被動的敘事綁定，即便沒有任何過錯，它仍需要承擔公眾記憶帶來的心理壓力。同樣，
對徐凱來說，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道歉即可翻篇的事件。在娛樂工業中，形象的穩定性至關重要。一次公開失誤可能會被貼上不夠穩重、舞台掌控力不足、不適合重大場合的隱性標籤。即便事實並不支持這些判斷，但標籤一旦形成，便難以徹底抹去。這起事件之後，多個業內會議開始重新討論：直播晚會是否應減少高風險互動？是否應給予藝人更大的安全空間？是否需要重新定義完美演出的標準？如果一場晚會的成功必須以零人性為代價，那麼它本身是否已經偏離了娛樂的初衷？獎杯碎了，可以重做；晚會失誤了，可以剪輯；輿論退潮了，可以遺忘。但這次事件留下的啟示值得被記住，它提醒我們，娛樂並非神話，明星並非機器，完美本就脆弱。或許真正成熟的娛樂文化，不是要求永不出錯，而是學會在錯誤發生時給予理解、尊重與邊界。結語：當水晶碎片散落在舞台燈光下，那一刻被定格的不只是事故，而是一個時代的娛樂鏡像。在追逐極致光鮮的路上，我們是否也該停下來問一句：我們究竟希望看到什麼樣的舞台，以及什麼樣的人？